为什么说前期的夜袭队是奥特史上最令人讨厌的防卫队？万万没想到，奥特曼有一天会遭到人类的背刺，但你不会想到，正因为奈克瑟斯是人类的朋友，才会使预知者下达攻击的命令。自从奈克瑟斯出现之后，西条子和孤门便成为了夜袭队中两股极端的观点拥护者，并且在本集中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。在会议中，首先确立了银色巨人为奥特曼的代号。狮之开玩笑地说孤门是命名之父，其实孤门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在之前会下意识地说出奥特曼的名字，但当你了解后面的故事后，就会慢慢明白。在由石窟讲解梅塔领域的原理后，西条子和孤门的争论也就开始了。僕は見ました。戦闘による被害を最小限に食い止めるため、彼はビーストをその空間に引き込んだんです。ウルトラマンは人類の味方です。飛躍しすぎよ。奴は自分にとって有利な戦闘用空間に敵を誘い込んだだけ。それだけでしょうか？それだけよ。なら、何のために彼はビーストと戦うんです？危険を冒してまで。捕食のためかも。ビーストが人間を食らうのと同様にね。危険な目は今のうち排除すべきよ。僕は彼に助けられたんです。二度も。对于两人的争论，队长及时进行了制止。虽然奈克瑟斯救过孤门2次，但无条件拥护一个来历不明的巨人，的确有点感性极端。而西条子的观点则有点站不住脚，童年的创伤多多少少影响了判断。而在另一边，噬能者基石准的故事也终于浮出了水面。他本是一位报社的记者，但如今已经辞去了这份工作。此时，一位前同事根来先生找到了准哥，也许是作为一名资深记者的敏锐嗅觉，他认为有股强大的力量正隐瞒着世界的真相，并询问着准哥到底在追查着什么事情。但准哥一口拒绝了根来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根来，另一方面有些事情需要准哥自己去追寻。在看到天真玩耍的小女孩时，让准哥回忆起了和相片中一位女孩的点点滴滴，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，有着一段难以割舍的故事。随着进化信赖者的光芒跳动，预示着异生兽已经出现，准哥便顺势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疾驰而去，而紧紧跟随的根来也拦下一辆的士。他明白准哥身上有着他不了解的真相，然而在跟随了一路后，却被前方的警察拦住了去路。司机被告知前方悬崖崩塌，车辆无法通行。眼见跟丢的根来十分质疑这番措辞，但也无奈只能先行离开。可就在此刻，一辆黑色商务车也来到了此地，车上人员正是上一集末尾的 TLT 工作人员。在出示证件之后，警察立刻放行，但同时也被车内的根来拍到了照片，这让根来越发觉得事件的非同一般。而这座山上的确遭到了异生兽的袭击，在准哥匆忙到达之时，看到了十分惊恐的一幕，已有10几辆车从异生兽的嘴中吐出，就像在嗑瓜子一样。异生兽甚至还打了个嗝，并且用指尖去剔牙。愤怒的基石准立刻拔出了进化信赖者变身。这只异生兽是昆虫型异生兽拜格巴尊，显然是异生兽因子融合了昆虫之后变异的产物。奈克瑟斯利用灵巧的攻击频频打中对方，并用一个侧举将异生兽重重的摔落地面。但没想到异生兽尾部还有着尾夹，这直接打了奈克瑟斯一个措手不及。但很快奈克瑟斯用一个凌空旋转飞踢做出应对，随后使出马赫移动，瞬移到异生兽身后，并用一个过肩摔再次压制住了异生兽。此刻的 TLT 作战室内，预知者通过数据分析也看出了端倪。这只异生兽相比较此前佩德龙的6000战力，已然攀升到了8000，足以可见异生兽强大的进化能力。但这也体现出奈克瑟斯同样在进化。在夜袭队抵达作战区域后，预知者立刻下达了指令，由队长和石窟师之驾驶的2架战机同时攻击异生兽，而西条子和孤门驾驶的战机则攻击奥特曼。孤门听到命令后震惊不已，但西条子绝对心中大喜。只见2架战机的炮火齐齐轰向了异生兽，奈克瑟斯还以为来了救兵，但没想到下一秒战机炮火的目标却是自己。孤门见状之后，还想让西条子停止攻击，但这却是预知者的故意为之。だからだよ。吉良泽优本身拥有预知能力，几乎是以半上帝视角观察着战斗，那为何会下令攻击奈克瑟斯？必有自己的一套逻辑。然而西条子哪能放过如此大好的机会？在奈克瑟斯再次施展飞踢之际，战机的炮火紧随而至。此刻异生兽看准了奈克瑟斯立足未稳，一发尖刺直接刺进了奈克瑟斯的大腿。看到此番场景，孤门也是难受不已。奥迷们看到这一幕，肯定也是血压飙升。就在异生兽再次发起攻击之际，
另外2架战机的炮火打断了异生兽的攻击，这也足以可见夜袭队在平衡双方的战斗。但此刻异生兽直接张开了翅膀，飞离了此地，夜袭队也立刻前往追击，但西条子孤门驾驶的战机目标依然是奈克瑟斯。但即使如此，奈克瑟斯的目标仍然是异生兽。只见奈克瑟斯立刻使出十字风暴，稳稳命中了异生兽，而奈克瑟斯也因体力不支消失在了原地。但通过预知者的监测下，奥特曼的震动波依然在附近。随后西条子和孤门降落战机，开始寻找奥特曼的行踪，而队长等人则继续寻找异生兽。在一番查找之下，两人终于发现了拖着伤腿的基石准，也终于确信了他就是奥特曼。而就在准哥转身之际，要不是孤门的阻止，估计这一发子弹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准哥身上。在孤门阻止西条子之际，准哥利用能源爆破枪打向了空中。西条子见状，立刻朝着准哥射击。本集也在此刻迎来了结束。本集的标题正是噬能者基石准的故事慢慢浮出了水面。在下一集中，你将会了解他心中的真正痛楚，以及如何获得奈克瑟斯的力量。同时，本集肯定也是奥迷们看得差点脑淤血的一集。预知者的决策是站在大局的考虑，越到后面你就会发现，为何是让西条子和孤门去攻击奈克瑟斯。那我们下集再见。